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乳清蛋白粉的第2期，分离乳清蛋白粉和水解乳清蛋白粉。上期话题我们将乳清蛋白的概念、特点以及乳清蛋白粉的制作方法给大家做了一个基础的介绍。今天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展开，向大家介绍乳清蛋白粉的另外2个高档次产品，它们分别是分离乳清蛋白粉和水解乳清蛋白粉。没看过上期视频的朋友，请先去看上期视频，因为上期视频的内容是这期视频的基础。好，我们来看分离乳清蛋白，更加高级的乳清蛋白。分离式乳清蛋白粉的制作过程和浓缩乳清蛋白粉不同的是，将牛奶中的乳清蛋白进一步过滤，移除更多的乳糖和脂肪。一般是采用微滤和超滤的方法，也就是让乳清经过微孔过滤膜将乳糖和脂肪剔除。我们上期讲过，因为乳清蛋白的分子小，所以可以通过过滤的方式将不需要的物质提出来。当然，超滤要求过滤膜的孔径在 0.01 至 0.1 微米之间，微滤过滤膜的孔径在 0.1 至10微米之间。可见，如果以过滤的净度来看，超滤的方法更加先进。还有一种更加厉害的分离技术，就是离子交换过程。乳清液通过一个含有特殊离子交换树脂的柱子，这个树脂柱被设计成能够吸附乳清液中的蛋白质，而让其他成分，例如乳糖、脂肪和矿物质通过。这样，当乳清液通过这个柱子时，蛋白质被捕捉在树脂上，而其他成分则被留下，然后用盐溶液冲洗树脂处，提取上面的蛋白质。无论是通过过滤还是离子交换，都是为了消除乳糖和脂肪。最后将分离出来的蛋白质溶液收集、浓缩、干燥处理，就制造出来分离式乳清蛋白粉。注意，微滤和超滤使用的是物理分离的方法，它的优点是保留蛋白质的原有性质，而离子交换使用的是化学的方法，它的优点是纯度高。所以不能说哪种技术是最好的，不过在市面上销售的分离式乳清蛋白粉多数是微滤和超滤的产品。经过这一系列的方法得到的分离式乳清蛋白粉仍然会被各个厂家根据自我的配方加入其他营养物质，最终上市销售。我们再来看更高级的乳清蛋白，水解乳清蛋白。水解乳清蛋白的提取是在分离乳清蛋白的基础上，得到分离乳清蛋白溶液以后，加入特定的酶进行水解。这些酶会切割蛋白质的肽链，将其分解成为更小的肽段或者氨基酸。通过酶的种类、添加量、反应时间以及温度等等条件调控水解的程度。水解程度越高，生成的肽段和氨基酸越小。当达到预定的水解程度以后，需要通过加热或者调整 pH 值等方式停止水解反应。反应完成以后，再通过微滤或者超滤的方式去除未反应的酶。去除酶后的溶液需要进行浓缩和干燥，以提高蛋白质的含量，并将其转化成粉状。水解乳清蛋白粉常常作为其他食物或者营养补充品的原料，在市场上不如乳清蛋白粉和分离乳清蛋白粉常见，但是仍然有一些厂家提供此类产品，尤其是那些关注运动营养的品牌。水解乳清蛋白粉的口味不如非水解乳清蛋白粉，因为水解的过程会添加一些苦味，这也可能是它在市场上相对不那么常见的原因。2种乳清蛋白粉的制作工艺给大家讲完了，我们来对比一下它们的特点。在纯度方面，水解乳清蛋白粉和分离乳清蛋白粉的蛋白质含量在 90% 以上，甚至高达 96%， 而浓缩乳清蛋白粉的蛋白质含量在 70% 到 85% 之间。在蛋白质分子质量方面，乳清蛋白和分离式乳清蛋白的分子大小在几千到几万道尔顿之间，而水解乳清蛋白的分子大小只有几百道尔顿，它是分子质量最小的。在品质、吸收速度、吸收率和价格方面，水解乳清蛋白排第一，然后依次是分离乳清蛋白和浓缩乳清蛋白。在口味方面，浓缩乳清蛋白排第一，因为它含有一些乳糖和脂肪；分离乳清蛋白排第二，因为它的乳糖和脂肪被分离掉很多。水解乳清蛋白的味道最差，因为酶类物质使它有些发苦。多说一句，如果你对乳糖不适，你应该选择分离乳清蛋白粉和水解乳清蛋白粉。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的乳清蛋白粉，你会在配料表里看到浓缩乳清蛋白、分离乳清蛋白以及水解乳清蛋白的字样。现在你该了解这些都是什么了吧？不过为什么普通的乳清蛋白粉会含有各种类型的乳清蛋白呢？这是因为各个厂家会根据自己的配方将各种蛋白混合，一方面是考虑品质，通过不同的组合达到理想的营养效果，另一方面也是考虑成本和销售，让你看到很多令你兴奋的优质蛋白。
但是这些列表一般都不会将不同种蛋白质的数量标注出来。如果你买的是分离乳清蛋白粉，你应该不会在配料表里看到浓缩乳清蛋白，因为好不容易分离出来，绝不会傻到将浓缩乳清蛋白再混进去。但是你可能会看到水解乳清蛋白的成分，市面上很少见到完全的水解乳清蛋白粉。我说了，因为它的味道难以调配，所以各种蛋白粉因为配料和厂家的配方不同，产品的效果也就不同。厉害的厂家就是指着配方师的专利配方赢得顾客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分离乳清蛋白就是在浓缩乳清蛋白的基础上，通过微滤、超滤甚至离子交换技术，将乳糖和脂肪处理掉的蛋白粉。水解乳清蛋白是在分离乳清蛋白的基础上进一步经过酶化处理，它是蛋白质分子质量最小的蛋白粉。分离和水解乳清蛋白粉的蛋白质含量都在 90% 以上。按照品质、蛋白质分子质量、吸收速度、吸收率和价格排名，水解乳清蛋白排第一，然后依次是分离乳清蛋白和浓缩乳清蛋白。但是在口味方面，这个顺序正好相反。乳糖不适人群适合食用分离或水解乳清蛋白。我将在后面的视频中给大家介绍乳清蛋白的食用问题，包括食用的时机、方法以及我个人的食用技巧，敬请关注。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